我有时候也在妄想，就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有那么可爱的一个女儿，就差一点点，她不是你亲生的，本来应该给你带来幸福的，却变成了伤害。刚才我有点情绪化，对不起啊。以后不再和你较劲了。你想做什么，想怎么做，以后我们之间再有矛盾，我都会忍着的，因为是我对不起你。当初是你坚持要离婚，可是离了婚，你并不开心，起码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开心，对吗？傻子都知道，离了婚不可能开心。那我问你，我们离婚离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后悔吗？离婚后，一个人的孤独冷清是正常，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我能想通的，请在这一点上，对我们的离婚，我就不后悔。你后悔吗？咱俩离婚，你后悔吗？我不后悔，也不能后悔，因为我忘不掉。我忘不掉我们离婚之前彼此的折磨，彼此的痛苦，也忘不掉我对你的那种怨恨，你对我的抱怨。离了，我也没有资格恨你了，你的抱怨也少了。离了毕竟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有希望的开始。还会有新的风景，对吗？所以你也不能后悔，我们都不能后悔。咬住后槽牙，挺住。听说你叛变了，给蓝天瑜泼冷水、撤火，你这一通歪理邪说怎么样？蓝天瑜后缩了吧？欧小欧，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是不是见不得别人好啊？变态！你有本事骂我，你怎么不敢骂江小美啊？我就是说，她这个恋爱谈的太形式主义，太做作，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恋爱。先有壳后有瓤，怎么就不是谈恋爱了？蓝天瑜这个年纪，这个性格，能找到一个你所说的真正的恋爱，什么心动啊、朦胧啊，有多难，你知道吗？那也是。蓝天瑜通过这几次没谈成的恋爱，已经有效果了，话也多了，眼神也亮了，心情也好多了。你还知道他好多了呀？我就是想通过这个游戏，通过这个善良美好的游戏，来改变蓝天瑜郁闷的心情，怎么就不行了呢？行，你别骂了，别骂了，怪累的。你已经把我给骂通了，我鼓励蓝天瑜，还不行吗？我好不容易斗胆当了一回蓝老师的老师，就被老白给我骂一顿。我仔细想了想，这人和人之间呢是不一样的，对恋爱的认识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只要蓝老师觉得不别扭，就可以呗。就是一副药，一副治疗蓝老师心理疾病的药。小欧，
你这立场转变的可真够快的啊！72小时之前你还反对蓝老师那种恋爱方式呢，怎么现在又觉得这种恋爱方式有道理呢？我是尊重蓝老师心里的欲望啊，多人性啊！如果他真的有欲望去谈一场恋爱，就会让他变得很开心的话，什么方式并不重要，对吧，小美？我一直期待你能变成一个明白人，可是我错了，你永远都会是一个不靠谱的糊涂人，死都不会变的，你气死我了你！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刚被老白骂一顿，现在又被你骂一顿。你欠骂。哎，白志勇，你们的话我怎么就听不明白了呢？没有好感，没有爱的感觉，怎么就是谈恋爱？老古董，懒得搭理。撤了，你把这果汁的账结了再走。先挂着。哎，吴秘书啊。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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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撅着屁股发什么呆呢？哦，没事，我刚接个电话。早餐买好了，快来吃吧。好。你真输了350多根，真够辛苦你的。哎，要照这么掉下去，你可离秃顶不远了。没错。我这个头发呀，本来就薄如蝉翼。还行啊，我看挺茂盛的。你再怎么茂盛，也经不住每天掉300多根头发吧？不就是2次相亲恋爱不成功吗？别这么压抑行吗？我也想不压抑呀，可就是摆脱不了，怎么办呢？成宿成宿的做噩梦，成宿成宿的失眠。现在倒好，你看，大片大片的掉头发，真他妈绝望。不是说要把人生经历当成游戏吗？要轻松嘛，你就当做了几次游戏吧。游戏？你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吗？舒服吗？我经历的这2场所谓的恋爱，狠的也太狠了，猛的也太猛了，假的也太假了。你就算假的对我好，你也得假的真一点，假的长一点，假的缠绵一点吧。哎呀，别郁闷，别郁闷，老蓝。我提议召开一次咱们重生3人组的扩大会议，针对因为你掉头发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我刚从医院回来，大夫说了，就是心理问题，压力太大，长时间的不快乐，神经性脱发。那今天我们大家就帮着你解决你的心理问题。你用最质朴简单的一句话，字越少越好，说明一下你的心理障碍在哪儿。谈恋爱。谈恋爱？哦，我明白了，想谈恋爱又没谈成恋爱，还遭受了恋爱的伤害，所以开始掉头发。你这个因果关系够不靠谱，够凄惨的。我也觉得特凄惨。凄惨到家了。蓝老师都跟我说了，他现在都想谈个假恋爱了，纯形式的那种恋爱，哪怕是一个女人假装对他好。老蓝，我看你是被自己的凄惨折磨得不太正常了啊！这恋爱的要求是越来越低了，连假的都行啊！不能因为遭受了几次打击，就心灰意冷、破罐破摔。
什么叫假装对你好啊？谈恋爱就得往真里谈啊，要谈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不，我现在的要求真的没有那么高。当然了，不能违法乱纪。我就想找个人，哪怕他假装对我好，哪怕我能假装的相信，让我过过恋爱的瘾，兴许能够驱散我挥之不去的阴影，兴许能够让我在我前妻面前找到心理平衡。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理解了。精神疾病需要治疗，也就是说，哪怕是一个虚拟的过程，只想简单的感受到这个过程的温暖、善良、呵护，心里就平衡了，心里那个障碍就克服了，头发也许就不掉了。对，没错，总结得非常好，靠谱。反正我现在已经离婚了，也有谈恋爱的资格了，我为什么不谈呢？就好比一个人饿了，饿得前心贴后背的时候，给你做了一桌子可口的饭菜，但是就是不让你吃，只让你闻，这太残酷了吧？他现在啊，需要的是一个伸手就能够着的，能够直接往嘴里头塞的，香喷喷的、热乎乎的饼。具体是什么饼，咱可以商量。明白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江小美，你要再用这种嘲笑嘲弄的方式，我请你离开今天的会议现场。行，我离开。就算你驱逐我的。这捣乱的终于滚蛋了。先把你喜欢的类型说出来，我们才能帮你去找。是丝瓜呀、倭瓜呀、冬瓜、南瓜、西葫芦行不行？柠檬还是西红柿？说具体点。要求嘛，别太小，27、8岁以上的就行。27、8还不小啊？我是不想让人觉得我是老牛吃嫩草，这样我太不自信了。形象嘛，别太难看，五官端正、落落大方即可。在一起能够轻松愉快，最好没有孩子。什么叫最好没孩子啊？是必须没孩子。没错。经济上、收入上、家庭上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没有。没房没车都可以，没有存款也可以，只要人好。哎，老兰，我怎么听你这形容，说的就是欧小欧啊？你别胡说八道。小欧，这是老白说的啊，那个你别介意。哎，你别说，你刚才说的那些啊，小欧都符合，除了一点，就是你说的那个别太难看。咱们小欧可是霞光一道啊。对呀，当然了，人家是一道霞光啊，肯定的呀。行啊。什么行啊？我跟你谈恋爱，帮你治病。你别闹行不行啊？我没闹。那个，散会吧啊！我饿了，我去找小美要点面吃去。你们聊。小欧，你是说真的？哎，你们说这个小欧，肯定是开玩笑的吧？我问小欧了，不是玩笑。我也问小美了，小美说小欧本来就爽快，大大咧咧的，不拘小节，人又善良，她应该能同意。嘿，醒醒，干嘛呢？眉目含春，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幸福给砸懵了吧？白志勇，你瞎呀！我这叫眉目含春吗？哥们儿，这是思考的表现。
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干脆利落、风风火火啊，这么快就开始思考跟小欧下一步的恋爱行动了。混蛋！我思考的是，这个欧小欧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姑娘挺奇怪的，这么轻的年纪，28妙龄，青春逼人，朝气蓬勃，大好年华。长得嘛，虽不说是倾国倾城、风华绝代，但也算是如花似玉、面容姣好啊。行，知道你成语背得好，别码词儿，说重点。重点就是，这么年纪轻轻的一个好姑娘，成天和我们这些准中年男人混在一起。问题是她还不交男朋友，啊，还撸胳膊挽袖子的要跟我谈恋爱，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啊？或者是恶作剧，把我的春心撩拨起来，然后站在一边，假装的安慰呵护，实则是从我的痛苦中得到她的快感。你想多了，就因为小欧是个善良的姑娘，看你离了婚这么痛苦，还每天着急忙慌闹春似的嗷嗷嗷叫着到处找女朋友，都快变态了，才想出这个办法来帮你解脱。也算是学雷锋做好事儿了，用现在的词儿叫情感慈善。什么叫闹春啊？啊，还有，什么叫情感慈善呀？照你们这么说，那我不成了被小学生扶着过马路的老太太了？哥们儿有这么惨吗？想女人想疯了，花痴啊！不行，绝对不行！你这种穷酸知识分子，讨厌就讨厌在这儿。你成天驼着个背拉着个胯，你还不如老太太。人家老太太还知道精神抖擞的去广场上扭秧歌、唱合唱，你想那么多干嘛？你找女朋友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享受恋爱中的温暖和呵护吗？小欧是不是女人？是，她能不能给你这个温暖？能。还没开始呢，就前怕狼后怕虎。你不能因为人家对方条件太好，你条件太差，你就质疑人家的诚意吧，对吧？对呀。真想要的话，就去做吧。又是一票同意。我只是担心，如果你真要了这孩子，还是没有保住婚姻，那对孩子来说不是个灾难吗？这个灾难不存在。什么意思？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半年多了。很惊讶吗？也做过这个假设，真听到，还是感慨。既然已经离了，你现在解脱了吗？善良的人难以解脱。我觉得你跟我是同一类人，做好另一种愁苦的准备吧。我前夫的观点是，不管你想要做什么，只要听从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巧了，我前夫也是这个观点。这两个前夫倒还挺一致的。如果你真下定了决心，那我祝福你早日怀孕。谢谢你的祝福。我知道你是好心，想要帮助蓝天宇，可是你别否认，你是有一点点喜欢他，是吧？我是喜欢他，但绝对不是恋爱或者情人之间的那种喜欢。我是觉得他人特别好，稳重善良。
现在能配得上这2个词儿的男人，已经算是非常优秀了。我就是不想看他太痛苦。万一谈着谈着成真了呢？万一他真的喜欢上你了呢？那他不会更痛苦吗3个万一，那就是3万分之一，这概率也太小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控制自己，绝对不会让这个事儿成真。我还真不放心。你现在这种情况，能不能挺过去还不一定呢。现在是你脆弱伤感的时期，还要在他们面前掩饰自己的秘密，能行吗？没事儿，我能挺过去。是不是太鲁莽了？不是我在帮他，是我在帮我自己。只是这种话，我现在还不能说。不行，我心里还是不踏实。哎呦，蓝天宇，你就是一教书的平头老百姓，既没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地位，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还怕人家小欧占你便宜啊？我怎么还是觉得这事儿有点瞎胡闹的感觉呢？蓝天宇，你不能因为曾经被女人伤害过、欺骗过，就不相信女人了呀。老蓝，你要坚持，坚持下去，幸福总会来敲门的。就怕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不在家，出门买菜去了。那也要坚持。对于坚持下去的人来说，幸福会等你买完菜再来敲门的。行，以后哥们儿跑着去买菜。女人需要什么呢？最简单的家长里短。我现在这种情况，谈一次恋爱，可能是最简单、最快的获取幸福的一种方式了。小梅，我太需要这种朴朴素素、干净简单的幸福了。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你给了我那么多安慰，那么多帮助，那么多友情，可我不能一直待在你身边，缠着你，我怕你会烦。只要你需要我，我会永远陪着你。你可以一辈子住在我那儿，吃在我那儿。只要我有一间房，就绝对会有你一张床。只要我锅里有吃的，就绝对少不了你那一碗。不用考虑别的，好吗？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毕竟你会有自己的新生活，会有自己的新感情。小梅，你已经对我很好很好了，你给我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就算是亲姐妹，也会有分开的那一天。也许吧，也许我想通过这次谈恋爱，去适应未来没有你的日子。我的事儿还是得保密啊。景翻译官，有何指示啊？废话，我当然一个人在家。你在哪儿啊？
门口？门口你废什么话？赶紧进来呀！净浪费我电话费。坐吧。真够乱的呀，比我想象的还要乱，还要脏。乱多舒坦。天哪，这几样东西能聚在一起，倒挺像你的风格。好。为了不碍您的眼，我让他们马上消失。这个绝对是干净的，就剩最后一盒了。来，您请用。你知道我为什么先要给你打个电话吗？还是怀疑呗。像我这么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大晚上的，这个点儿，家里肯定有一个你来了不方便的人啊。一个美丽的女人，跟我促膝而坐，耳鬓厮磨，来个烛光晚餐什么的。说正事儿。上次你不是让我帮蓝天宇找女朋友吗？我还真找到了个合适的。我们单位的，35岁，刚离婚，带个女儿，葡萄牙语翻译，人不错。我觉得应该跟那个蓝天宇搭得上吧。哟，你还真上心去给找了呀！我先替蓝天瑜谢谢你。不过吧，蓝天瑜刚有了个新的目标，你那同事就先放放。我们弄不清楚你说的是心里话还是开玩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成，那我努力严肃起来。什么事要严肃起来？小欧同意跟老蓝谈恋爱，小美，你说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小欧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了解他，他说的是真的。为什么呀？我还是想问为什么？怜悯我，可怜我。哎，这种形式的恋爱我可不谈，搞得我像要饭的似的。老蓝，你干嘛那么没信心啊？你真诚细心，善良闷骚，偶尔还有一些幽默感。长相虽然委婉了些，但是气质柔和，对女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别，你千万别这么说，我都有点不自在了。我承认，我这么想是有帮助你的成分在，帮你走出抑郁，走出离婚之后的灰色地带。但是，可怜你，绝对没有我以我父母的生命起誓，真的。那咱不说他们了，说我们。2年前，我不想谈2年前。我想谈，因为这事儿一直困扰着我，我一直在琢磨，这在我脑子里已经成了一个疑问。是你的一块心病，快憋死你了，对吧？对。2年5个月之前，你突然对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聊清楚，可每次一聊你就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我这心里边疙疙瘩瘩的。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出什么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对我们的婚姻放弃了希望呢？我的答案是：当你对一件事情有疑问、有怀疑、不明不白的时候，先把心沉下来，自己想，慢慢想，仔细的琢磨，琢磨久了，答案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你看，你还是在绕来绕去，躲躲闪闪。真的，我想的脑仁儿都疼了，我都没想明白，所以我才问你啊。你没想明白，就证明你想的还不够细致，不够透彻，想的角度还不够多，不够广。继续努力。你确确实实是在回避什么，对吗？加油想吧，
白志勇同志。行，那咱再换个话题。怀孕生子的梦想还在吗？在，从来没有动摇过。突飞猛进啊！这事儿是真的，是吗？蓝老师同意，那就是真的。其实作为一个女人，我也没什么资本。你们老说我是一道漂亮的霞光，我知道，有礼貌和客气的成分在里头。加上我也好长时间没谈过恋爱了，所以蓝老师，如果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那我谢谢你。但是这个年龄算什么？就大10几岁正合适啊。男的岁数大点会疼人，女的岁数小点会撒娇，和谐呀。当然，你蓝老师要是不同意这种方式，可以当一个玩笑。对，表个态吧。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可以，我同意。好，我们都是月下老人呢。最美好的一天是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今天。小美，上酒。哎，我去。好。哎，哎，你真来接我呀？咱俩不是情侣吗？我得让你感觉到温暖呀。以后换个地方等吧，单位影响不好。主要是咱俩这个反差太大，你长得太像学生了。那我以后在大门口等你。可以可以，哎，今天什么安排？买菜。好，好，好，好。哎，离我远点。走。哎，还买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从一进超市开始，你就东张西望，神秘兮兮的，跟我逛菜市场很丢人吗？不是不是，主要是咱俩这个样子。你看我推着一车菜，你呢背着个小钱包，一看就是幸福的两口子，这不是很符合我们的人物关系吗？这样就好了，像套小蜜。还有，我呢是。我是一个大学老师，我可能不认识别人，可认识我的别人很多呀。知道你学生多，怕什么呀？你都已经离婚了，你还怕别人看呐？亲爱的，我们买鱼去。小点声。吃鲈鱼呢，还是吃带鱼呢？小点声，我听得见。从2年前开始，咱们省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有了新政策，未婚生育第1胎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说，不用写检查，不用交罚款了。条例的修改体现了法律更加人性化，让你这种大龄文艺女中年，啊不，青年，享受了祖国的文明进步。是啊，没有国家的新政策，我也不会动这个念头。那你倒是跟我说说，在你这个念头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何让你怀孕呢？在咱们省这个最新的条例里，还有一条，
禁止未婚人士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怀孕。可你又不想复婚，那怎么办呢？你又吓着我了。你能接受这种方式吗？我当然可以接受啊。又疯了，你又疯了。哎，咱们曾经这么多年的夫妻，这不算什么惊世骇俗吧？为了我奢望的美好生活，为什么你就不能把那点可悲的自尊心丢掉呢？这跟自尊心有什么关系啊？大姐，你要未婚先孕，这事儿我也能勉强理解。你还要求你的前夫跟你原始方法上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白志勇，你不是一直标榜自己很超前、很时尚、很敢作敢为吗？就这点小事，怎么就成了乱七八糟了呢？天天还说人家榆木脑袋老帮菜，我看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现代。停！今天叫你出来是让你散心休息的，不是出来吵架的啊！别一会儿咱们又不欢而散了。请你吃饭吧。说吧，想吃什么？回来了。啊。给你煲了汤，还弄了点饺子，你吃吧。不喝了。我今天喝了4、5碗汤，都快撑死我了。啊。又跟白志勇和黄九恒吃饭去了？没有。我今天跟另外一个朋友吃饭去了，是一个女的。你看着我什么意思啊？啊，你是觉得我知道你跟一个女的吃饭，反应应该强烈点儿？可是咱们俩离婚以后，你到处大张旗鼓的谈恋爱，都已经2回了。我适应了，习惯了。知道你跟一个女的吃饭，我作为一个前妻，好像不应该，也没资格反应强烈吧？也对，是不该瞎反应。说心里话，从开始颠覆的折腾放纵，到后来追求舒坦的手忙脚乱，这个过程中，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老婆林想的感受。其实她受到的伤害不比我小啊，她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不比我轻啊。如果这个时候我才跟她说要一个自己的孩子，那是不是又是对她造成一种伤害？宝贝，我们家已经这样了，所以我是真张不开嘴。我明白，这样就又给林想加了一份新的痛苦，新的折磨。很有可能这个痛苦和折磨还会落在小磊的身上。如果是那样，大人的痛苦转移到孩子的身上，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最让我揪心的。那我就太操蛋了。所以我是轻易张不开这个嘴。Your beautiful smile, your beautiful life. We're waiting for you to shine bright. It's never too early or late to start to rise up and shine. Your beautiful smile, your beautiful life. We're waiting for you to shine bright. 看看啊，服务员，你再给我来一个超级大白锤。等会儿，等一下，小欧，咱能不能不玩这个？怎么啦？害怕啦？就是觉得有点太幼稚，玩这个有点装嫩。
这怎么能是装嫩呢？你别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年大叔。你不是老说吗？我们要像年轻人一样谈恋爱。老气横秋的，超级大白唇。哎，等会儿，等一下，怕了，怕了，真怕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肠子都快窜出来了。也许还带上今天早餐吃的鸡蛋啊、油条啊、没有消化的牛奶啊，乱七八糟。玩游戏没玩吐，快被你说吐了，不放松。我知道，幸福好不容易来到你的身边，要抱紧它。对呀，充分享受啊。可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约会，就像上战场一样啊？硝烟弥漫，子弹乱飞。现在还硝烟子弹吗？没了，蓝天白云了。